我的媽！今天又是被古偶仙俠劇精神內耗的一天，你們曉得不？現在的編劇好像集體參加了一個霸總王爺愛上我的速成班，寫出來的劇情那叫一個離譜，一個比一個上頭。今天咱們要盤的這個更是重量級，堪稱歪歪網文照進現實的究極縫合怪。開局就是金碧輝煌的皇宮大殿，太監扯着嗓子在念聖旨，那感覺就跟公司開年會，老闆要宣布優秀員工一樣。咱的男主七皇子妍希剛剛打贏了和齊國的戰爭，屬於是凱旋歸來。皇帝老爹一看，哎呦，我這好大兒，出差一趟都瘦了，趕緊宣御醫噓寒問暖，主打一個父慈子孝。緊接着就開始發年終獎了，晉升為親王，掌管京城禁衛軍，賜黃金萬兩，再送美女幾名。好家伙，這福利待遇放現在不得是宇宙廠的總監級別。面對這一連串的升級加薪送福利，咱的妍希王爺全程一張默哀老子的冰山臉，淡淡的表示不必。我直接一個地鐵老人看手機的表情，哥們兒，你擱這玩啥子呢？皇帝都繃不住了，說你這倨傲的性子到底隨誰了？我覺得我曉得，這不就是典型的起點文男主嗎？對金錢和美女毫無興趣，因為他唯一的興趣就是裝。他真的我哭死，這種視金錢如糞土的高尚品德，強烈建議納入當代年輕人消費觀教育教材。更逆天的是，妍希前腳剛走，後腳鏡頭裡就鑽出來一個不知道是哪個犄角旮旯的皇兄，對着空氣咬牙切齒，說什麼要不是老七在戰場上好用，早就把他給辦了。我的媽，這宮鬥的底 buff 上的也太快了，連一集都等不了。這種角色懂的都懂，就是專門給主角送人頭刷經驗的經驗寶寶，屬於是宮鬥劇標準新手大禮包。到目前為止，劇情雖然老套，但也沒啥子太哈人的操作。然而接下來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妍希回到王府，手下屁顛屁顛的過來恭喜他晉升親王，咱的王爺理都沒理，開口第一句就是那小東西呢？我他媽直接原地裂開。小東西，我的媽呀，這股子熟悉的油膩的帶着3分績效3分薄涼4分漫不經心的霸總威爾一下就衝上我的天靈蓋了，這味道太正了，正得我差點以為是哪個霸總小說网站的服務器炸了，把男主給崩到這兒來了。手下支支吾吾的說，那個小嬌客實在控制不住，已經被關進柴房了。好家伙，我尋思你這王府是啷個回事？是王府還是寵物收容所啊？咱男主一個剛剛從屍山血海的戰場上回來的鐵血王爺，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研究軍務，不是安撫部下，而是關心一個被他關在柴房裡的小東西。這劇情邏輯比我奶奶的毛線團還亂。然後最逆天的一幕來了，妍希來到又黑又破的柴房，女主被五花大綁，一臉憤怒地罵她是壞人。此时此刻，一個正常的有良知的人是不是應該趕緊給人鬆綁道歉？再不濟也得問問情況吧。不，咱的妍希王爺他沒有，他站在那裡，嘴角緩緩上揚，露出了一個堪稱教科書級別的邪魅笑容。我直接繃不住了啊！兄弟，人家都被你綁成這樣了，你居然在笑？你笑啥子？這笑容比我打 APEX 連續3把落地成盒還要讓人迷惑。這已經不是下頭了，這是下水道。這種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笑容，強烈建議從各類影視劇中永久刪除，因為她對觀眾的精神傷害實在是太大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這操作就跟先給你一拳，再問你疼不疼，順便給你個創可貼一樣，主打一個精神 PUA， 先用囚禁和捆綁擊垮你的心理防線，再用一個邪魅的微笑讓你徹底 emo， 最後再假惺惺的叫個醫生，展現他無處安放的溫柔。就這個開局，小夥伴們覺得這劇還能看嗎？接下來我們看看正片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七皇子妍希齊國一戰，戰功顯赫，晉為賢親王，掌管京城內侍營，欽此。吾兒多日不見，清瘦許多，快宣御醫過來瞧瞧。不用，吾兒征戰沙場，陣心甚偉，再封。不必。此次希兒不負众望，大勝齊國，再加賜黃金萬兩，美眷數名。不需要。老七，你说说你，這倨傲的性子到底隨誰了？退下回府吧。兒臣告退。哼，要不是這老七戰場上太好用，早就……恭喜王爺晉升親王。那小東西呢？
那位小教客，他是受了实在高的疾病，被安置在柴房了。放开本公主！你们这些坏人！坏蛋，你居然吓我！传太医。是。这可如何是好？